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只是一个副手，并非萧逸舰长。开个玩笑，希望两位不要介意。重新介绍一下，我是萧逸，这位是我的副手托特尔。我还不知道这位女士的名字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是我疏忽了。我也有句话要送给你。如果你也喜欢玩互换身份的游戏，我倒是愿意一起把这出戏演下去。联络官大人，我们继续。托特尔，你带这位大人去检查一下货物。检查货物就是点数，很枯燥的。书记官女士难道不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吗？跟我去周围转转。没问题，请吧。当然是有意思的地方。怕黑吗？真的不怕？就算不怕，也可以握住我的手。那我怕，行了吧？一人来一边。不舍得放开了。这么喜欢这根皮绳，都不想还我了？送你了。哦，你想象中的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只认识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已经把我当成好人了。但直觉有的时候可不一定准确。女士，打听别人的事之前，不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？
看来女王陛下很看重这次的任务，平时可没有这么多人来岛上。为了女王陛下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这是我在岛上最喜欢的地方。比王城的更美吗？小心！真是煞风景啊！你等多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倒是你，破坏了我的好心情，还不快滚！哼，还挺机灵，不过没有必要了。看来这位女士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实力。说来有些惭愧，她之前是我的手下，算是吧。她打着我的名号在海上横行霸道，所以我就把她驱逐了出去。海盗头子的名声本来就不好，有人借用来做坏事也很正常。再说了，我比一般的海盗头子名声还要更响亮一点。哦，你能代表奈特兰王室？没想到一位书记官有这么大的权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如果你不在，我可能就把它扔到海里喂鲨鱼了。不过在你面前，还是不能显得自己太野蛮，对吧？你还真是执着啊！很喜欢听故事。行，那我就说给你听听。大概12岁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商船招募水手的启事。当时的我流落街头，也没有地方去，所以就去应征了。可惜运气不好，第一次出海就遇见了海盗，两边交战起来，我们船上的人很快就被打败了。我那时年纪小，没引起海盗的注意，趁乱抢下了一把刀。虽然最后还是被制服了，不过海盗头子好像还挺中意我，就问我
要不要跟他混口饭吃。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但他带我去看了我原本那艘商船的货舱。你知道里面的货物是什么吗？是人，一群被麻绳捆在柱子上的年轻女孩。海盗们把女孩送到了猎人岛，有的想办法回家了，还有的就留在了岛上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海盗还会救人。好人。后来海盗头子问我，水手和海盗有什么区别？世界本就不是黑白分明的，但硬要说的话，只是我碰上了一群会做善事的海盗。是啊，我成为了人人都嗤之以鼻的海盗。提问的人是你，现在调侃我的人还是你。你倒是还挺会欺负人的。原来我的名号这么有用吗？那你可得好好替我保守秘密。因为我是凶猛、嗜杀、野蛮的海盗。那现在呢？你这些话要是让托特尔他们听到，一定会觉得你疯了。是啊，那当然。作为女王忠诚的臣属，我可是很尊敬女王陛下的。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，现在该轮到我提问了吧？我可没有兴趣问你那些无聊的问题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想。等到下次见面时，再告诉我。那你又为什么能肯定我们不会呢？两个世界又有什么关系？未来还那么长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
海上的规矩对我没用，我对海上的东西不感兴趣，是你们动了不该动的人。既然这样，我只好让你们都下不了这艘船了。是剑尾海蛇，这可不妙了。哪儿都不许去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缘，但如果你想多抱一会儿，我也不介意。帮你吸了半天毒血，就这待遇？剑尾海蛇的毒，可是能让你沉溺于幻觉，直到死去。哦。难道说，刚才你是出现了什么特别美妙的幻觉，所以怪我把你叫醒了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果然是意犹未尽。你认为我抓你有目的？要不你猜猜是什么目的？
你也看到了，这艘船上单单是这间房间，就有这些珠宝。一个普通商人的财富，并不能填饱我的胃口。这位美丽的小姐好像有点误会，刚刚船上发生了什么，我根本不在意。珠宝我是很喜欢，但我更喜欢美人。我觉得刚才被你抱着的感觉挺不错的，留在我身边，怎么样？你当时跳下海，是想趁机爬上那艘船，我说的对吗？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为了防止有人想爬上去，海盗们通常会在船身上安装利器。如果你当时游到那艘船边，只怕还没有爬上去，手脚就会被划伤。没错，我是不是海盗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不如就把我当作见义勇为的路人吧。那些偷袭的海盗已经被赶走了。你的船也已经登陆猎人岛，你可以在我的船上多休息一会儿。不过，你刚才好像把我当成图财害命的坏人了，这可让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想不到的话，不如先欠着。能让这么美丽的小姐欠我一个人情，也是我的运气。一天之内在不同地点遇到同一位美丽的女士2次，确实很难得。如果我说那头鲨鱼是我的老熟人，我们是在海上进行竞速比赛呢？怎么，你对我们的比赛感兴趣？当然是对大海和速度更熟悉的人赢了。那就要看你问的是什么事了。他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，打听他做什么？
我这里当然有你想要的情报，问题是，你能给我什么报酬？消息可不是白白打听的，特别是陌生人，在我们这里，得先拿出自己的诚意。喝完这杯，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脸都皱起来了，看来你平时果然不怎么喝酒。那考虑到你的口味，我特地调了杯比较温和的酒。怎么，不信我说的话？那是因为你心太急，想要一口气把这杯酒喝完。这可不是什么品酒的好习惯，甚至浪费了我为你调的酒。试着喝一小口，然后慢慢的感受其中的滋味。怎么，第二口觉得好喝了？那当然了，酒馆里喝过我调的酒的客人，再喝其他的，都说觉得没意思。哦，你没有尝过这种酒？养尊处优的贵族当然不知道这种糖酒。是啊，虽然名字叫糖酒，但这种酒可一点也不温柔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朗姆酒。这是一种在平民间流行的烈酒。第一次喝的时候，就觉得风味强烈又特别。你这杯当然也是以朗姆酒为基底，不过呢，我还额外加了点料。紧张什么？我加的料，你刚才不是看得一清二楚？不错，看来你的舌头还挺灵敏。除了几种配酒外，我还加了柠檬汁。糖酒虽然喝起来过瘾，不过口味难免有些单调，所以我就自制了几种配方。你喝的这杯叫做尘封。这么快就喝完了？没问题，当然可以再来一杯。这次你可以慢慢喝，毕竟我们还有很长时间，不用着急。而且喝得快，很容易醉。这次我可以让你尝尝我其他的配方。还是说，你希望我根据你的要求，再尝试些其他的搭配？在喝第二杯酒之前，我该先说情报了。看来你的酒量还真不错。让我想想，要先说什么情报好呢？不如就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。你好，我叫萧逸。我的话是什么意思？看来你还是有些醉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找的人
就在你眼前。先不要着急说话。第2杯酒已经调好了。关于我的情报，就像这杯酒的配方一样，等你品尝完之后，我会全部都告诉你。又见面了。缘分。既然是缘分的话，不如认识一下。我叫萧逸，你呢？哦，原来我这么有名啊。看你刚才身手不错，不如帮我带一下。你的名字呢？哦，看来有人不相信我的话。行，你想让我怎么示范？这未免有点太简单了吧？当然不是。看好了，信了吗？现在总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我是说，这个。你看啊，我又没有镜子，要是戴的过程中再让海鸥叼走，那多尴尬。就是这里，想不到你还挺熟练。需要我更低一点吗？多谢。眼神还挺尖。对我们这种在海上漂泊的人来说，耳饰可不仅是装饰品，更是身份的象征。是啊，出海的人，说不定哪天就沉入海底了。运气好点的，说不定还能被海浪送到岸边。到了那时候，耳环就是唯一能证明我们身份的东西。换个说法，耳环就是我的墓碑。有人会帮我拿回来的。愿闻其详。虽然我的导游服务从不对外开放，不过这次破例，就当是给你的谢礼了。
手感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做海盗是个体力活，不锻炼可不行。你要是再摸下去，我可不敢保证我会做什么。想牵我的手，放心吧，我会带你走的。刚刚看你在这边乱晃了半天，怎么，有事要做，还是要找什么人？哦，随便逛逛啊。那除了码头，还有其他地方想逛吗？渔人桥怎么样？猎人岛值得去的地方可不少。既然想逛逛的话，不如多去几个地方。你觉得呢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想去哪里，我给你当向导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需不需要本地人帮忙？没错，我看你在同一个地方绕了好几圈，好像迷路了。看在我们有一面之缘，我可以暂时当你的向导，为你带路。如果觉得这个称呼很奇怪，你也可以叫我萧逸。在看什么呢？你打算乘自己的船回去？你那艘船又小又破，且不说它的速度慢得离谱，光是它单薄的船体就能看出来，它完全没有抵抗风浪的能力，根本无法支撑夜航。我这么个大活人在这儿，还能被你无视？做我的黑金号吧，保准让你满意。怎么这么问？那只能说明我比较擅长和你相处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为女王陛下效力，让女王陛下开心，不是臣下的义务吗？女王陛下，你就别演了。从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认出你了。你在想，我是怎么认出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。你猜，这项链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愧是女王陛下，这么快就想通了。所以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找我有什么事了吗？
看来之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待在一起了。放心，每个字都记下了。从今以后，你的烦恼忧虑都可以交给我。作为您的属下，可管不了那么多，但是作为萧逸，这是我的愿望。